2008年，在奥运掀起的热浪下，一座头顶着不锈钢块的玻璃房子悄然伫立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广场上。这是苹果直营店正式落户中国大陆的开始。那时候被诟病一向不重视中国市场的苹果，将其亚洲直营店业务的第二个落脚点放在中国，还是让人颇感意外。苹果直营店业务进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扩张，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本土之外拥有苹果直营店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北京作为中国首个落地苹果直营店的城市，这里的5家苹果直营店到底是啥样？今天咱们就来走访一番。大家好，我是梁少啊，今天打算去逛一下北京的苹果直营店。那苹果直营店有什么可逛的呢？是吧？你现在想买点这个苹果的电子产品，你直接去各大电商平台，又有补贴又有减免的，干嘛非得去这个线下直营店呢？那说到苹果直营店这个概念啊，它最初呢是乔布斯发明出来的啊。乔布斯的设想是想专门打造一个属于苹果产品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又和这种普通的专卖店不一样啊。它除了拥有自己这个产品的销售的功能以外，它更重要的是说能让进店的顾客体验到产品的乐趣，以及说呢围绕产品去带来一些服务。即便你进了这个苹果专卖店，你不消费的话，你也可以去咨询这些店员啊关于苹果产品的一切问题，包括呢这个平常也有苹果相关的一些这种课程啊、体验课啊等等的这些活动。这种理念相对于当时的传统的电器卖场也好，或者是专卖店也好啊，是非常有突破性的。北京呢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拥有苹果直营店的城市啊，自2008年开业以来啊，到现在一共有5家直营店。那其实这5家直营店里边，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苹果三里屯这一家了，这也是我之前买苹果产品经常来的地方。所以今天咱们第一站就来到这个苹果三里屯直营店啊，看一看中国大陆第一家苹果直营店到底是什么样啊 ！Let's go！ 穿过这个走廊，再往前啊，这个就是苹果直营店了。现在距离这个 iPhone 17系列这个发布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啊，但是现在你去官网看货的话，依然是有些机型供不应求啊。今天这个苹果直营店里边也是有很多人，门口这些应该都是黄牛吧，有些是黄牛等着这个跟这儿卖手机的，收手机卖手机的都有。这里就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苹果直营店啊，苹果三里屯直营店。这个应该是2020年之后啊重整装修开业的新店啊。这里是之前这个苹果三里屯的旧址啊，现在已经改成这个拉夫劳伦了。然后新址的话就是在它旁边啊。其实以我个人的喜好来讲啊，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原来的苹果三里屯的设计啊。当时这个设计就是采用乔布斯的设计方案，非常经典的这个大玻璃盒子搭配一个不锈钢大方块的设计啊，上面有一个苹果的 logo。那这套经典的设计方案也是当时由乔布斯还有苹果零售业务的高级副总裁罗恩·琼森在2001年的时候花了9个月的时间共同打造出来的。而且这个方案呢也是在车库里诞生的，就跟苹果公司诞生的地点是差不多的，都是在车库里边折腾出来的。后来这一套设计方案也被用于全球多家苹果直营店的模板。说回到苹果三里屯开业那天，也就是08年的7月19号，那一天的凌晨5点，上百名粉丝就已经早早的守在店外。上午10点，大门开启，人群如潮水般涌入，店员们热情地和顾客一一击掌，欢庆中国首家苹果直营店开业的难忘时刻。店内零售区域共2层，第一层用于展示苹果全线产品，墙面上除了连续的产品广告图片外，没有任何其余物。墙体与立柱使用了铝合金进行包裹装饰，展示桌为专门定制，木桌上整齐摆放着苹果最新的产品，供顾客把玩体验。店内没有打折促销海报、宣传册或者收银台。由于当时 iPhone 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直营店里的产品主要以 iPod 和 Mac 2条产品线为主，而如今 iPod 这条产品线早已不复存在。左侧安置的玻璃楼梯也一直是苹果店的设计亮点之一，由乔布斯带领团队亲自操刀，每一块玻璃的价值据说高达20万人民币。当你在店里看到这个醒目的玻璃楼梯，很少有顾客能够拒绝走上去的冲动。一旦你上了楼，苹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2楼主要承载2个功能，一个是各种产品配件的销售区域，还有一部分区域属于天才吧。说到
天才8这个概念由来啊，还是苹果前零售业务副总裁罗恩·约翰逊提出的。当时他在团队中做了一个调查，调查问题也很简单：你们享受过最好服务的地方是在哪里？答案几乎集中在4季酒店还有丽思卡尔顿酒店。随后，约翰逊就派出了多名零售店经理前往丽思卡尔顿和4季酒店进行培训，希望建立一个融礼宾服务台与吧台特色于一体的服务设施。尽管乔布斯最初认为这个想法很白痴，甚至质疑技术人员是否能做好售后服务，但约翰逊仍然坚持执行。他要求天才们不仅精通产品技术，还要掌握心理学和营销技巧，以优雅的方式服务顾客。最终，天才8成为了苹果直营店里极具代表性的符号，成为苹果零售体验中的核心部分。2020年7月15号，这家苹果中国首家直营店结束了12年的运营。那些彻夜排队蹲首发的粉丝，拿着新品漫天要价的黄牛，手提印有苹果 logo 的白色纸袋，心满意足走出门店的顾客，在这12年间逐渐成为了三里屯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仅隔2天之后，这家中国首店便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在隔壁重新开张。这家新店是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店面面积是原来的2倍，从正面看依然是经典的通透明亮的玻璃墙。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店里的所有玻璃是由中国天津北玻制造和供应，玻璃墙的顶部悬挂着发光的苹果 logo， 店外2侧都设有山东省巴东芝麻白花岗岩铺设的楼梯，与店内2侧的楼梯并行延伸，营造出进一步的通透感和流动性。简单介绍了一下苹果三里屯这个第一家店，也就是原来这个旧址的故事啊。咱们现在去这一家新店去看一看啊。右边大哥这鞋还挺好看，今天是周末，人还是非常多的。从前往后看，整个门店1层的布局一共有3排木桌，每排木桌有5个。第一排主要放的是苹果最新出的手机，这里也是顾客最密集的区域。穿过第1排之后，人明显没有那么多了。第2排摆放主要是 iPad 和 MacBook 2类产品。第3排主要就是一体机啊、显示器啊、笔记本啊以及手表产品。现在看到是一个巨幅的17 Pro 护城风的广告图，2侧的橱窗里摆着各种配件。左边这侧陈列的都是 iPad 的配件，什么 Apple Pencil 啊、Magic Keyboard 呀。这个 Magic Keyboard 的价格简直逆天，我记得一个就得2000多块钱，最贵那一款快得3000了。这边挂的是各式各样的表带，你们用的都是哪一款啊？阳光正对着大玻璃照进来，确实是格外的耀眼。你看这个1层的天花板采用的就是木质结构，射灯的色调也是偏暖色，所以你走进这个店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暖暖的氛围。测试一下 iPhone 17的录像功能，还是挺不错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就够用。我特别喜欢这一代前置摄像头的 Center Stage 这个功能，即便竖着拍摄也能拍出横屏的效果，确实不错。接下来咱们就去楼上看一下。我操，吓我一跳！怎么还坐着一哥们儿啊？这个楼梯据说是用花岗岩铺设的，这个还是让我有点小失望。我还是更喜欢原先那个玻璃楼梯的设计。岩石带给人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厚重，而玻璃带给人的是一种晶莹剔透的灵动感。更何况现在苹果各大操作系统的设计风格都转变成了液态玻璃，那我觉得 Apple Store 就更没有理由放弃玻璃楼梯这么一个标志性特色了。2层主要分为2个区域，右侧是天才8，左侧则是新增的互动房。现在到互动房这一侧，左侧橱窗上依然陈列着各种配件，这个是雷兹硬盘，苹果官方指定的第3方硬盘。有人用过吗？觉得好用吗？中间这片开阔区域就是互动房，大家可以在这里听课休息。被沙发围起来的这片区域应该是专门体验 Vision Pro 用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专门来体验的人也没那么多。这一块呢就是2楼的观景台了，可以俯瞰太古里广场的全景。沿着侧边的楼梯走下去，下面是有一排座椅，可以在这里一边坐着休息，一边晒晒太阳，那是相当的安逸啊。这一片橱窗上展现的都是 APP， 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手游了。这一块橱窗都是 iPad 的配件啊，刚才在楼下看过就不多说了。穿过这片过道，咱们去天才8看一看。这个天才8区域整体就是一个长条啊，没有那么大。右侧这片橱窗上啊，基本都是 iPhone 的配件。今年除了手机壳以外啊，又新出了好几款吊带，专门挂在手机上。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用上啊？里边逛的差不多，咱们再在外边看看。在这个天才8的外边种着一排国槐啊，国槐可是北京市的市树。每棵树种在一个方形石墩上，树的旁边围着4个圆形的射灯，一到晚上它就会发出光亮，并与室内的暖光色调交相辉映。
路过的人们可以坐在石墩上休息。这个发光的苹果 logo 真的是很好看啊！以前 MacBook 的后盖上都有一个会发光的苹果 logo， 不过之后就取消了，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西单大悦城的附近啊，这边也有一家苹果直营店啊，它是北京的第2家苹果直营店，也是中国大陆的第3家。当时呢是2010年9月26号在这个西单大悦城开店，当时还正值是 iPhone 4在中国的首发。众所周知呢 ，iPhone 4是 iPhone 所有的产品里边非常经典的一款，当时这个广告词儿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再一次改变世界。现在是越来越近了啊。之前这个西单大悦城这家苹果直营店我还真没来过啊，这是第1回来啊。因为这北京这5家直营店，我除了去过三里屯以外，其他4家还真都没来过。咱们已经到了这个西单店的这个门口了。今天这个虽然是周6啊，但是这个店里边人不是很多。就在这家苹果直营店，也就是在我身后的斜侧的话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幅的华为的非凡大师的广告。这是华为 Mate X-TS 啊，非凡大师。这应该是华为新出的那个3折叠吧。当时在西单大悦城开了这家苹果直营店，那一天呢是 iPhone 4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的日子啊。第一批的话是在10年的6月份上市的啊，它可能经过了2、3批、3、4批之后啊，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后来我还专门查了查当天开业的报道啊，第一天的销售额就达到3.8亿，已经把这个刷卡机给刷爆了啊。当时还特地找了银联开了一个紧急的专线啊，可见当时 iPhone 在中国的火爆程度。我第一次见到 iPhone 4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初中的时候啊，当时班里边有一个同学啊，听说家里边非常有钱啊 ，iPhone 4当时发售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新买的手机带到学校来，大家都特别想玩这手机啊，但是他不愿意给。我后来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因为在班里边我学习应该还算不错啊。他学习的话是比较差，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借我玩1节课，我就借你抄1门学科的作业。当时我的作业本在班里边还是很火的，有这个同学抄的话也不是白借的，一份作业5块钱。因为我就特别想玩他那个手机，我就跟他说，不用给我钱，你就直接把手机借我玩，你借我玩1节课，我借你抄1门作业。当时呢，我俩配合的还是非常默契的，基本上他那个手机呢，到了学校就给我啊，我把作业给他，然后等他抄完作业，我也玩得非常爽。所以当时虽然我还没有自己的 iPhone 啊，但是通过玩我们班这个同学的手机啊，我已经初步体验到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牛的东西啊！而且那会儿我觉得 iPhone 的游戏做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单机游戏。我记得比较深的，比如说这个侠盗系列、荒野飙车，还有就是 Gameloft 出品的一些动作系列游戏啊，什么生死9毫米啊，那些都特别好玩。当时我记得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你都得越狱啊，因为你买一款游戏的话是非常贵的。我以为我这个同学他是越狱下载这些 app， 谁知道人家是真土豪啊，人家基本上每一款游戏都是买的啊。当时那一款游戏我记得还挺贵，这个动辄50、60啊，然后有可能上百。所以当时呢，不光是体验了一把新手机的快感啊，而且玩的游戏的话还都是正版游戏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事儿被老师发现了，因为我的作业的话通常会借给好几个同学抄，好几个同学跟我答案都一样。然后后来老师还专门找我谈话了，所以呢就及时的收手啊，金盆洗手了啊，不再干这件事儿了。但是想起来跟这个 iPhone 4的一段回忆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听我废话这么多啊，咱们也进去看一看啊，西单的这个直营店里边大概是什么样子。一进来就能看到被铝金属包裹的墙体，非常的醒目。这个是乔布斯时代搭建苹果直营店的一大特色。我也非常喜欢这种金属质感的墙面，看起来就科技感满满。这个就是新款的 Air 啊。哎，真的摸起来非常的薄啊！有的人说它跟那个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厚度啊，搁在手里边非常的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手机啊！这个center stage还挺好的。哦，这边还是跟里边这个大悦城商场的入口是通着的啊。其实第一层的话，大概就是卖手机为主的啊。我下边看一看，这个是苹果非常经典旋转的玻璃楼梯啊，这个围栏和楼梯都是特制啊，下边会更大一点。下面这层顾客还是挺多的，前面这个部分依然是各类产品的展示区域。后面这一片主要就是购买配件以及提供售后咨询和服务的区域。
下面这一块逛的差不多了，左侧的这一个出口呢，也是连接着西单大悦城商场的。我们还是从这个玻璃楼梯上去，可以看到这个楼梯整体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中间一个圆柱体，楼梯绕着圆柱体螺旋上升，有点那个科幻片里登上太空飞船的感觉。咱们马不停蹄，立刻前往北京的第3家苹果直营店，也就是位于王府井 APM 的这家直营店去看一看。走着走着就饿了啊，来根烤肠啊！太香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北京的第3家苹果直营店啊，王府井 APM 店。这家看起来规模就要更大一些了啊，尤其是你看它的店面从左到右透明玻璃，又长又大，据说是有3层啊，上面2层，下边还有1层，而且这3层都是用旋转玻璃楼梯去连接上的啊。当时我看报道的时候，据说是全球仅有3家苹果店是采用3层的玻璃楼梯的设计，王府井就是其中1家。当时开业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10月份啊，这个店的面积应该是有2300平方米啊，当时是堪称亚洲最大的这个苹果直营店啊。说巧不巧，就在后边这个苹果直营店，就我现在站的这个对面啊，还有一家啊，对面就是华为的一个直营店啊，非常的大啊，口就停了一辆车，应该是问界 M9啊。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去王府井 APM 苹果直营店去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店的两边用这个围栏都围起来了，可能是在修什么东西。这个店面啊，确实是很大，从左到右非常的宽，一块一块玻璃拼接成的曲面玻璃，据说是有3层啊。进来就看到这个旋转的玻璃楼梯了。哇，这个店里除了墙体仍然是用铝金属包裹以外，就连立柱也是用铝金属包裹的。里边这一圈照明也是用的方形板灯啊。这里边就连接是王府井 APM 的一个商场啊。这里其实就是原来的新东安市场，前身为1903年建立的东安市场，是北京内城最早的综合性商业区之一，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左边这块橱窗也是售卖各种配件的，这个应该是 MagSafe 磁吸充电，不过好像国内这款只有15瓦的功率，全球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销售的是25瓦功率。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台验钞机啊，我记得我以前还真拿过1沓的现金来买过苹果产品。你们现在还有用现金的吗？这一块呢就是互动房了，逛累了的人呢都在这儿休息，点视频就行了，因为今天咱们拍的都是视频啊。我们顺着这个玻璃楼梯到下边去看，这个地下1层看起来就开阔多了，人也没有1层那么拥挤。最后一排这个桌子还是挺空的，上面有插座，没电的人可以在这儿充上电。我们再到另一侧去看看，这个玻璃楼梯从下往上看是真的很好看，上面这一片看起来像是水面一样，中间这一片橱窗里种的也是绿植，前面有一排座椅，大家可以在这里等候休息。你看左边这一侧桌子上也没有摆任何的产品啊，只有插座，走过路过没电的也可以在这儿充会儿电。这一侧就没什么新鲜的可说了。同样地下1层也是和 APM 商场之间是打通的。回到1层，我们继续上2层看一看。2层看起来主要就是售后区域了，桌子上也没有摆设任何的产品，但是看起来来做咨询的人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路过这里的游客在这儿休息。这一层同样也和 APM 商场之间是打通的。参观完第3家北京的苹果直营店王府井 APM 店之后啊，咱们马上去第4家位于朝阳区国贸华贸购物中心的华贸店，去看一看第4家苹果直营店到底是什么样。哇，这个不是 Rose 吗？小彩鹰，哎呀，我太喜欢了啊！果然靠近华贸站啊，这里边的这个装潢都不是很一样啊。我现在是到了这个华贸中心了，后边就是这个华贸中心的苹果直营店啊。这边呢就是北京著名的这个 SKP 商场啊，这里边就是全球各个知名奢侈品牌的一个集散地，里边各种大牌都有啊，像现在看这个 GUCCI 啊，什么爱马仕啊，这里边基本上是应有尽有啊。你要是到这里边的话，不消费个10几万、几十万，你都对不起这商场啊。这个苹果店的话呢，跟前面逛的这几家呢不太一样啊，它只有1层啊，但是呢，它1层的占地面积呢，大概是在1000平米左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反正肯定是全北京单层面积最大的门店了。当时是2014年1月10号在这儿
开张的啊。咱们先沿着这个门口走一走啊。现在是周六晚上5点多啊，但是看店里的人呢也没有那么多了。这家店开业时号称拥有全球最长的玻璃墙，我在外边走着也确实能感受到这家店确实很长。店里立柱的形状是长方形的，这一点上和之前的几家店有所不同。店里依然保有铝金属的橱窗，现在的木质橱窗虽然做得很精致，但是我还是喜欢铝金属这一款，简约又大气。从上往下看，天花板到地面的距离大概得有2层楼这么高。现在从这个华贸苹果直营店出来了啊，这外边这风刮的还真是挺大的啊。咱们接下来呢，就去第5家啊，北京的苹果直营店啊，也是最近10年以来开的唯一的一家啊，它是在朝阳大悦城啊。这个店呢，跟我之前逛的这4个店可不同啊，它是属于在大悦城里边的一个店铺啊，并不是像前4家门都是开在街外的。咱们现在就出发吧。从这儿看啊，一个大大的苹果 logo 啊，说明咱们已经到了朝阳大悦城这家苹果直营店了。这家店由于建在商场里，所以看起来和其他4家店相比小了不少。店里的人不是很多啊，整个店里的墙面、地面、天花板、立柱都是一水的米白色。这个天花板看起来好像一半亮了，一半没亮的。这边只有一面墙的这个橱窗。即便店面空间有限啊，这儿还是有一个互动房。这家店当时2015年在北京开业的时候，北京在那一年也成为了亚太地区拥有苹果直营店最多的城市。之后则是被上海取代了，上海现在一共是8家。而苹果直营店自2008年进入中国大陆以来，目前已经发展到48家门店，遍布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城市。不知道你所生活的城市现在有没有苹果直营店呢？今天逛完北京这5家店吧，从店面观感上来说，我最喜欢王府井这家。首先是规模最大，一共3层，每层的功能划分鲜明。2是保留了铝金属内饰和旋转玻璃楼梯2大乔布斯时代直营店的传统特色。3是配有充电和休息区域，对进店光顾或从旁边路过的人们都很友好。但从地理分布来讲，5家店都是集中在长安街及其沿线一带，3家在朝阳，2家各在东西城。而城6区里的海淀全是 GDP 排名第1的区啊，以及丰台、石景山则是一家也没有。最近都得到西单大悦城这家，对于生活在这3个区的人民属实有点不方便。不过据最新消息看，12月初会在北京大兴的汇聚商场新开一家直营店，这也是时隔10年北京迎来的第6家门店。最起码对生活在城南想购买苹果产品的人来说，再也不用跑太远的路了。最后还想吐槽的一点就是，我感觉北京的苹果直营店从设计上来讲没什么特色，简单来说呢，就是缺少让人印象深刻的闪光点，像纽约第5大道的玻璃盒子、澳门金沙城的石灯笼、米兰自由广场的玻璃喷泉等这些一眼就能形成记忆点的直营店，希望今后也能在北京看到。还有像伦敦摄政街、巴黎歌剧院这种古建筑植入的风格，其实也挺适合跟前门啊、故宫啊这样的文化街或者名胜古迹相结合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还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了。